大家好，我是 Roland。让我们先把时间倒回到2月28日，这一天，中东局势突然升级，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打击，而伊朗随后对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目标进行报复。短短几天时间，冲突迅速扩大。到了3月2日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已经出现油轮受损和航运受阻的情况。多家航运公司开始重新评估航线风险，海上战争保险费用迅速上涨。而到3月6日和3月7日，全球市场已经明显感受到冲击，能源运输、航运保险和贸易成本都开始出现波动。国际社会也越来越担心，这场冲突会不会进一步升级。事实上，中东一直是全球最敏感的地缘政治地区之一。过去几十年里，许多影响世界经济的重要危机都和这里的局势变化有关。只要这里发生军事冲突，能源市场、航运市场以及金融市场往往都会迅速做出反应，因为世界上很多关键能源运输路线都经过这一地区。当局势紧张的时候，全球市场就会变得非常敏感。很多人看到这里可能会觉得这是一场发生在中东的战争，离新加坡很远。但就在冲突刚爆发的时候，新加坡政府已经开始行动。外交部发布旅行建议，贸工部长在国会谈到经济风险。所以问题就来了，一场发生在几千公里之外的战争，为什么新加坡政府这么快就开始预警？如果把最近一周政府释放出来的信号连在一起看，其实可以看到5个非常清晰的行动。这些行动拼在一起，会指向同一个结论：伊朗战争其实离新加坡并不远。接下来我们就一条一条来看。战争刚爆发，新加坡政府做的第一件事不是经济政策，而是安全提醒。2月28日，新加坡外交部很快发布声明，表达对局势升级的严重关切，同时呼吁各方保持克制，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冲突。但更值得注意的是2条具体建议：第一，建议新加坡人推迟前往中东地区；第二，如果必须出行，尽量避免经由中东地区转机。很多人看到这种旅行建议，可能会觉得只是例行公事，但其实在政府的风险评估体系里，这类提醒是非常严肃的。当政府建议公众推迟前往某个地区，说明官方已经判断那里存在现实安全风险。而这一次提醒并不仅仅针对伊朗，外交部使用的表述是推迟前往整个中东地区，这说明在政府判断里，这场冲突存在进一步扩大的可能性。而到了3月7日，外交部又更新了旅行建议，提醒仍然在伊朗的新加坡人密切关注局势，并在可行情况下尽快离开。这说明在新加坡政府的风险评估里，这场战争首先是一个安全问题，但安全只是第一层影响。真正让政府开始高度关注的其实是经济风险。3月2日，副总理兼贸工部长严金勇在国会发言时，第一次把这场战争和新加坡经济联系在一起。他说，在刚刚过去的周末，中东冲突突然升级，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攻击，而伊朗则对美国和以色列在该地区的目标进行报复。接下来他说了一句话非常关键：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。为什么这句话重要？因为这条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，全球大约20%的石油运输都要经过这里。一旦航道受阻，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全球能源价格上涨，而能源价格上涨会带来一连串连锁反应，电力成本上升，运输成本上升，企业生产成本上升，这些成本最终都会影响企业经营、商品价格以及消费者支出。对于像新加坡这样依赖国际贸易和能源进口的经济体来说，能源价格变化会非常敏感。严金勇也明确表示，如果冲突持续，能源价格上涨将提高企业和消费者成本，政府甚至可能需要重新评估新加坡的 GDP 和通胀预测。这意味着战争已经被纳入新加坡宏观经济风险评估体系。如果从地图上看，伊朗离新加坡确实很远，但如果从能源运输体系看，情况就完全不同。全球有一条非常关键的航道——霍尔木兹海峡，每天大约有2000万桶石油通过这里运输，相当于全球石油消费量的20%。而更关键的是，通过这里运输的能源中，超过80%最终流向亚洲。
这意味着一旦这条航道出现问题，亚洲国家会是最先受到冲击的一批经济体。而新加坡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。新加坡不是石油生产国，却是全球重要的能源贸易和航运枢纽。同时，新加坡95%的电力来自天然气发电，而天然气几乎全部依赖进口。所以对新加坡来说，战争带来的第一个风险并不是能源断供，而是能源变贵。能源价格一旦上涨，影响的不只是电费，还会影响运输、制造业和服务业成本。从长期来看，能源价格波动还可能影响企业投资计划以及整体经济信心。对于像新加坡这样资源有限的国家来说，能源供应稳定一直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。因此，当国际能源运输通道出现风险的时候，新加坡政府往往会非常密切地关注局势变化，因为能源价格的波动往往会影响整个经济体系的运行。如果能源是第一条传导路径，那第二条路径就是航运。新加坡是全球最重要的航运中心之一，全球大约20%的海运贸易都会经过新加坡港口，每年有大量船只停靠或经过这里。而在伊朗战争爆发后的几天里，航运市场已经出现明显变化。根据 Reuters 报道，至少有3艘邮轮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受损，大约150艘船只一度滞留在海峡周边水域。同时，多家海事保险公司暂停部分邮轮的战争风险保险，这意味着运输成本迅速上升。例如，中东到亚洲的邮轮运价明显上涨，同时 LNG 运输费用也出现大幅上涨。而运输成本上涨，最终一定会传导到全球贸易成本。战争对经济的影响很少是一夜之间发生的，它通常会沿着一条链条慢慢传导。第一步，能源价格上涨；第二步，运输成本增加；第三步，企业生产成本上升。例如，制造业需要能源，航运业需要燃料，航空公司需要燃油。当成本持续上升，企业通常只有几个选择：提高产品价格、减少投资，或者控制招聘。如果冲突持续时间比较长，这些变化最终就会影响到就业、工资以及生活成本。很多普通人感受到战争的影响，往往不是通过新闻，而是通过生活成本的变化。例如，交通费用上涨、食品价格上涨，以及各种服务费用增加。当企业经营成本上升的时候，这些变化最终往往都会体现在市场价格之中。因此，国际局势的变化虽然看起来离普通人的生活很远，但通过价格和就业的变化，影响其实会慢慢传导到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。所以，我们再回到最开始的问题：伊朗战争离新加坡到底有多远？从地理上看，确实很远，但从经济体系来看，其实并不远。因为新加坡是一个高度开放的经济体，能源依赖进口，贸易依赖航运，企业参与全球供应链。只要全球某一个关键环节出现冲击，新加坡就很难完全不受影响。而伊朗战争的影响通常会沿着这样一条路径传导：能源、航运、企业、经济。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战争离新加坡多远，而是这场战争会不会持续，会不会扩大。如果冲突很快结束，影响可能只是短期波动，但如果冲突持续，它带来的连锁反应就可能慢慢传导到新加坡经济。最后也想问问大家，你觉得这场伊朗战争会不会真正影响到新加坡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。如果你觉得今天这条视频对你有帮助，也可以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如果你对国际局势、新加坡政策和经济变化感兴趣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